大家好，会员区里面相当活跃的方外老人，一则留言让申万我感慨万千，生老病死，人生大事，就像朱一龙热爆的电影《人生大事》里面的一句话，那就是人生除死无大事，算是浓缩概括了万千人生，慷慨过往的最高终章。老实说，视角永恒359度，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的眼里，这种写实生死的影片真的很潮。或许就是因为经济不好，所以人心人性发生了更多的思考，没有了金钱参与的浮躁。朱一龙的演技明显比易烊千玺出彩，因为这个偏商业的剧本真的很好，苦逼的泪水和烟花的盛放简直串起了一个巴掌的高潮。如果连老戏骨海清都颠覆性参演了超高分的引入尘烟，赵丽颖、王一博彻底颠覆一下，真的是超级必要了。就像会员区一直念念不忘、爱必回响的 Sandy Hang， 不变的信念总是成功的关键。王一博、赵丽颖的信念其实显而易见，那就是持续拓展头顶的那一片天。明晃晃的，赵丽颖这些日子的拓展动作、突破动作，已经让她的年龄界限彻底模糊了。这不仅仅是减龄10年那么简单，甚至赵丽颖横下心去挑战一把丑到没边、毁到漏尿的海清，也有可能性的了。因为时代和潮流已经魔幻到无法无天了，谁都不可能猜中抓牢了。今日的辉煌，或许就是明日的死亡，深刻诠释生命和死亡的故事，或许真的会突然之间大行其道的，这些都未可知。因为生命如同烟花，吹去五颜六色的泡沫，最终剩下的都是非白即黑的白云和黑土。众所周知，娱乐圈就是一个镀金的塑料饭碗，很多人挤破头都想进去分一杯羹，然后一夜成名，火遍大江南北，名利双收。但是娱乐圈的更新迭代也是很快的，每个时期都会出现一些精彩艳艳之辈，而很多明星都是从年轻演员开始一步步变成老戏骨的。纵观演艺圈这么多年来，很多演员走向成熟，走向长青，也同时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包括赵丽颖，包括王一博。然而呢，也有人走的捷径很火箭，例如赵丽颖 2.0。 话说 2.0 抄袭赵丽颖已经大有斩获了，因为奇异果有高层已经爱上袁冰妍了。袁冰妍脱离公司独立拿到的饼大部分出自该高层之手，就连该平台看好的项目郭敬明原创的武侠剧女主也初步定了她，奇异果内部都喊她冰了。在娱乐市场按月萎缩的整体情况下，凭借工薪数般的手段和姿色走快捷径，无疑是抱着大水喉喘气的最安全方式了。疫情反复，再加上影视资本退潮，全世界最大的影视基地浙江横店，现在除了赵丽颖挂帅的小花圈子话题不断、热闹沸腾之外，更多的场景都是掩饰不住的冷清。现在大批群众演员面临着失业，有群演坦言，4月疫情升温以来，他接的戏从1个月20-30场锐减到4-5场，收入根本不够吃饭，更别提喝酒了。另有群演说，横店的流浪汉正肉眼可见的增多，今年更是每个桥洞都住满，横店常驻群演数量正断崖式下降。有群演回老家，有人转行去工厂或送外卖，也有人尝试做自媒体拍短视频，只是基本没有收入。现在抢戏就跟双11抢货一样，要拼手速和网速。内地的3联生活周刊引述年届32岁的普通群演王冰说，今年是疫情以来横店受影响最大的一年。虽然他有40-50个抢戏的微信群，每个群100-200人，但有的一整天没动静，有也只要个位数，就得靠抢。横店影视城位于浙江省金华市东阳市横店镇，因为白昼时间长，光线好，夏天本是横店的剧组拍摄高峰期。然而，如今拥有逾5万亩影视剧拍摄场景的横店却一片冷清。今年4月，浙江金华爆发疫情，当地启动疫情2级应急响应，电影院、酒吧、图书馆等室内密闭场所一律暂时关停。疫情过后，横店被指很难看到大型剧组常驻群演数量断崖式下降。这位32岁的群演老兵王兵表示说，如今院线不景气，影视剧开机率下降，横店又有防疫政策，禁止多人聚集，所以现在横店的剧组都是小网剧。横店普通群演的标准薪水是10小时108元人民币，大部分群演接不到活后
只能转行。横店其实不小，拥有数十座古今大型实景拍摄场。然而，因为防疫禁剧，剧组皆是小网剧居多。同样，33岁的演员文子开始自己制作短视频，希望能把自媒体当主业，只是基本还没什么收入。他称，以前一个月能跑25场戏，横店疫情后2个月一共拍了不到10场。去年这个时候，横店有近100个剧组在拍戏，今年却没几个。另外一位特约演员苏苏今年23岁，虽然日工资可以达到300到800元，但每个月接戏时间只有10天左右。苏苏常常饰演丫鬟、宫女、侍女的角色。她直言自己对未来很迷茫。群演老兵王兵回忆，他2017年来到横店时，参加的第一场戏是部抗日神剧。他拿到日本兵、国民党军和八路军3个角色的衣服，来回穿脱10几次。那时觉得表演很新鲜。疫情前，他每天都有戏可跑，最多一天接3场，从头天凌晨3、4时忙到第二天凌晨1、2时。他说，如今大批群演正面临失业，有些人只能住桥洞。今年附近几个桥洞都已住满，当中有人有正规演员证，但长期接不到戏，交不起房租，被房东赶走。有人平时就靠捡瓶子生活，我都看到有人在垃圾桶里找吃的。疫情反复以及各地防控措施不断升级，将影院生意拖入泥潭。今年3月底时，全国营业影院总数从近12000家降至不到6000家，超过一半关停，全国营业率不到一半。但凡熟悉本频道的朋友们都知道，这些电影市场的衰败，视角永恒359度，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已经说到几乎无话可说了。再说的话，有些朋友或许就直接跳屏换片了。所以，魔幻的2022年，如果能够涌现1、2颗流量的新星出来，实在是魔幻至极、回光返照的写照了。无疑，新万我第一时间深扒的神奇的王鹤棣，就是这么一个逆势爆火的古偶传奇了。2022年已经过去大半了，今年的古装剧很多，赵露思跟杨洋跟吴磊就分别有一部剧。当然了，星汉灿烂跟且试天下也获得了不少的好评，而热巴跟任嘉伦主演的恰似故人归2部剧也掀起了小浪花。不过遗憾的是，这些剧都没能成为今年的剧王。暑假过去了，倒是在暑假的小尾巴上，一部《苍兰诀》意外成为了一匹黑马，可以说就目前来看是本年度最大的黑马了。王鹤棣、虞书欣本来作为演技和人气都不受瞩目的剧，没想到凭借不错的剧情和精良的特效取胜。现在有粉丝甚至拿出《苍兰诀》跟当年的《陈情令》相比。当然了，这种比较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了。2部剧各有千秋，各自的优势都非常明显。而新晋顶流王鹤棣的异常爆火，对于冷清的市场倒是意义重大，影响更深。这也直接证明了赵丽颖突然回马古偶的先知先觉、狡兔3窟的超强前瞻能力。突然之间，如日中天的王鹤棣现在好了，百事原本跟他谈的是大使，火了以后，品牌爸爸马上就把 title 升到了代言人。这个天上掉馅饼的2022年的王鹤棣，真的算是彻底点亮了整个古偶仙侠市场2023的希望了。于是乎，今年还有好几部没有播放，但是已经火热宣传的古装剧更加带劲了。关键是看阵容，简直就是神仙打架的架势，因为主角都是顶流，硝烟弥漫的味道更加巴适了。众所周知的《与凤行》就是由电视剧女王盛大回马古偶的赵丽颖和老搭档林更新主演，这又是一部仙侠剧，又是仙魔大战，跟大多数是仙侠剧一样。只不过这部剧的最大亮点就是主演阵容，毕竟是赵丽颖跟林更新的第2次搭戏，还没看够他们 CP 的亲们有眼福了。在这之前，路透已经外泄不少，赵丽颖在剧中的各种造型大家都看到了，有魔性的，也有仙气的，还有跟小龙女差不多的白衣造型，早就让粉丝们蠢蠢欲动了。关键是5年前大家还在看湖底的宇文玥，不知道楚乔什么时候去把它捞上来。这次与凤行的热播，不用估计，基本上收视都有保障了。当然了，视角永恒359度，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，还是给王一博的老话，同样适用于赵丽颖。这部与凤行或许越早播放越好，
鬼知道明年2023年的市场还有没有幸运爆表的王鹤棣现象出现呢？打铁一定要趁热，无论王一博还是赵丽颖。而且有趣的是，一本正经演戏的林更新，状态貌似不错，侧颜不要太帅。这是女王赵丽颖离婚后的第一部回马古装戏，能否刷出《楚乔传》的惊喜，真的要卡点卡点卡点。重要的事情说3遍。话说，深万我硬核多次的幸福到万家，说白了也是卡点卡的恰到好处，恰巧就卡在了上一部地气大戏刚好施施然收官的最佳时间点上。有兴趣的您不妨自行回顾一下赵丽颖的小确幸时光。幸福到万家是由赵丽颖主演的现实题材剧，这部剧从开播以来就牢牢霸占收视榜首，颖宝再一次证实了自己收视女王的地位。这部剧被称为她的转型之作，跟之前大女主光环不同，赵丽颖这次饰演的何幸福是一个学历很低、从农村出来的妇女，凭借自己的努力在大城市打拼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，角色励志，定位很受欢迎。不过也有人觉得有点脱离现实了，所以评价没能上去。客观来说，这部剧还是很真实的，有些故事可能没经历过，或者没有达到那个层次，就觉得假。另外，电视剧不同于生活，如果都按生活来拍，会很枯燥，所以高度提炼地气，有点脱离现实也是可以接受的。影评评分7.1的成绩，足够赵丽颖冲奖圆梦的了。更加有趣的是，对比赵丽颖的小确幸，幸福到万家让平台优酷也是傲娇不已，大力鼓风，而且小心机满满的优酷还特意烧上了王一博。怎么烧上的，就要看您比新万我更加独到的眼光了。话说，站内热度一般是用来评价一部剧的火爆程度，而优酷于2022年对于站内热度进行调整的同时，早年的9999热度值也有了1万加的突破。当然，突破1万加必然是优酷认可的爆款剧。不过，热度值也不单指播放量，还包含评论、弹幕、搜索、分享等多方面。用户的行为占一定比例的同时，最终才总结出热度。目前，优酷的傲娇肉眼可见，因为有5部破万剧在手了，它们分别是《与君初相识恰似故人归》、《重生之门》、《幸福到万家》、《沉香如屑》、《沉香重华》和《冰与火》。而且这5部破万剧彼此的角力和咬合也很有看头，欢迎聪明的您在评论区中指出1、2。优酷的首部破万剧就是《与君初相识恰似故人归》了，由迪丽热巴、任嘉伦主演的《与君初相识》于3月17日完成首播，为哑火的仙侠101打响第一弹的同时，也成为了春季爆款剧之一。优酷的日活靠着该剧有了非一般的提升不说，《与君初相识》更是创下了纪录，只因4月12日《与君初相识》的站内热度破万的同时，也成为了优酷首部热度破万的电视剧。此外，根据优酷官方的公布显示，《与君初相识》也是自2018年以来优酷规模及会员转化率最高的剧集，而《恰似故人归》接档《与君初相识》后，热度更是不减，持续登顶各大榜单的 Top， 更是强势霸榜 WW、抖音等社交平台。更新方式虽然成为了《与君初相识恰似故人归》的槽点，让观众等得抓耳挠腮的同时，却也不耽误观众对其的喜爱。而站内热度破万，便是优酷对于《与君初相识恰似故人归》的认可。毕竟，男帅女美的组合、高虐的剧情以及众多演技派加盟，《与君初相识恰似故人归》的高热度总能找到理由。另一方面，因为《与君初相识恰似故人归》的爆火，也带火了优酷其他的仙侠剧，《沉香如屑》、《长月烬明》等优酷待播剧都是未播先火，也是《与君初相识恰似故人归》的火热给足的信心。对比之下，《重生之门》表现同样不俗，播出16天就破万了。在《与君初相识恰似故人归》后，优酷很快迎来了第2部破万剧，那就是张译、王俊凯主演的《重生之门》。可以说，能够在播出16天后，《重生之门》便热度破万，成绩相当不错，刷新了《与君初相识恰似故人归》的记录，也让优酷再一次支棱了起来。而在古偶剧、都市剧的环伺中，《重生之门》以悬疑的题材脱颖而出，实属不易。期间原创的剧本是关键，规避了剧透的风险，也让观众看到了原创剧本的魅力。剧情烧脑，审美够味，悬疑味浓重，《重生之门》妥妥地掌握了观众看剧的味蕾。
此外，演员阵容亦是《重生之门》出彩之处，王俊凯、张译、田小杰、潘粤明、江百轩、林鹏、徐杰儿、车永丽、张国强、尹祝胜，一个流量加9个实力派的组合，支棱起了整部《重生之门》。虽然部分演员的演技依旧有待提高，但瑕不掩瑜的同时，也并不耽误观众的观看。自然，这般的《重生之门》能够热度破万，也找到了理由。接下来就是卡点极佳的赵丽颖的《幸福到万家》了。她一上场就接连打破纪录了。继《重生之门》后，《幸福到万家》再次傲娇打破卡点纪录。这是优酷第3部破万的剧集，也是最快的一部，仅用了5天，播了9集而已。不过，其实，在《幸福到万家》开播前，该剧就已打破了多项纪录，包含预约人数创纪录、站内最火的农村题材电视剧等。而随着《幸福到万家》的爆火，再一次肯定了女主赵丽颖的号召力，亦成为了赵丽颖的一部转型力作。多样的角色都可以轻松驾驭的同时，《幸福到万家》也为赵丽颖找到了全新的可能。当然，热度与话题齐飞的同时，《幸福到万家》也迎来了不少争议。一来是婚闹事件被指男演员有袭胸动作，剧方第一时间放出拍摄花絮澄清，也可看出剧情拍摄的真实性，足以以假乱真。其二则是大勋渣男事件，剧中和幸运男友的名字恰好与男星魏大勋重名，而该角色有着渣男属性的同时，让魏大勋躺着也中枪。后续的发酵也是精彩，申万我也曾第一时间深度剖析了。当时编剧紧急出来道歉，也算是将这件事翻了一个篇章。跟着呢，则是和幸运抢戏的质疑。虽说编剧否认了给和幸运加戏，但给观众的观感就是和幸运戏份太多。毕竟和幸运是张可盈饰演的，而她是张凯丽女儿，这关系和影响都不用过多解释了。不过，虽说争议颇多，但从剧情、演员表现等方面来看，《幸福到万家》都打开了农村题材剧的新格局。这也是《幸福到万家》能够快速热度破万的关键。接下来就是宣传最给力、失望也最大的沉香如屑、沉香重华了。不少人哀叹说，剧王被辜负了。这在视角永恒359度、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的眼里，实际上就是明晃晃的宣传方的哀叹。7月20日，沉香如屑毫无任何预兆在优酷空降播出，杀了观众一个措手不及，更是引发了热度狂潮。开播1小时，弹幕互动就破100万；开播49小时，站内热度就破万，再次刷新了站内纪录。然而呢，在该剧未开播时，优酷更是对它给予了高期望，剧王之称冠上身的同时，也是优酷对于沉香如屑的肯定。可惜，随着剧情的推动，不管是热度还是话题度而言，沉香如屑、沉香重华都辜负了剧王这一称号。虽说沉香如屑、沉香重华集齐了杨紫与程毅2位实力派男女主，在配角上更是叠加了琉璃加香蜜沉沉烬如霜2部剧的原班人马，却依然难抵沉香如屑、沉香重华的差评如潮。期间，剧情俗套、特效拉胯都是槽点之一，更是架不住女3号带床进组，让整部剧变得稀碎。在戏份上，女3徐凯宁的出场率已然赶超了女2孟子义，更有追平女主杨紫的架势，迟迟等不到女3下线不说，即便下线了还能够复活，简直让不少观众对女3深恶痛绝。另一方面，在服化上，女3也是突出的存在，造型华丽，以及能换多个造型的同时，可以说堪比女主一般的存在。本是冲着男女主看沉香如屑、沉香重华，但女3却占据了主场，简直是一颗老鼠屎毁了一部剧。此外，若说沉香如屑的数据与热度还能够登顶各大榜单的话，那么沉香重华则成为了群嘲的目标。高热度不在的同时，播放量也没有沉香如屑那么可观。总之，结果就是无奈，冲着女3的背景又让人无可奈何。好好的剧王彻底被辜负了。有王炸姐姐出没的地方，王炸弟弟也不会少。冰与火算是接住了优酷的希望，而且低开高走的曲线足够让优酷引得杯落了。与沉香如屑、沉香重华一致的冰与火，在迟迟不能过审的危机下，来了一个空降播出，没有宣传，没有预热，演员更是一无所知。优酷毫无预兆地放出了冰与火，而在有了古偶、农村、悬疑题材破万后，冰与火带着缉毒题材，成为了优酷第5部破万剧。然而，相比重生之门，
幸福到万家，沉香如屑，一而再再而三的破纪录，冰与火的破万来的却实属不易。自开播之后，冰与火的数据便不太理想，更遭来了多方的群嘲。为此，便有网友提问道：“冰与火数据是不是被偷了？”却得来了优酷没有的回答。为了证实数据没有被偷，优酷甚至还放出了相关数据截图。可惜，后续平台发现了冰与火数据确实存在问题，优酷也被彻底打脸。昨日因第三方数据平台接口问题，导致冰与火弹幕量显示异常，经沟通已经恢复正常显示。这官方蹊跷的解释，您接受吗？不过，冰与火的低热其实也是情有可原，一来是因为空降播出，题材不占优势的同时，更是没有任何预热；二来是更新方式的变相劝退，一天只更新一集，让观众等也不是，不等也不是。不过，是金子总会发光是真理，冰与火的低开高走就足以证明。如今，冰与火的站内热度也破万，亦可看出观众对其的认可。数据的兜兜转转，在王一博的身上算是得到了最大的体现。王炸小子的神奇也真不是盖的。对比顶级流量养子撑场的巨王虚贤，无疑王炸姐弟赵丽颖、王一博各自撑场的幸福到万家和冰与火相见就是火花，彻底点亮了优酷的赢麻了的希望。这5部剧算是目前为止优酷2022年站内热度破万的剧集了。从古偶到悬疑，再从农村到缉毒，囊括多种题材的同时，也可看出优酷的全面开花。要知道，赢麻了是优酷2022年挂在嘴边的口头禅。从5部破万剧的数据而言，虽然有得有失，押宝押错，但优酷确实押对了2宝。有王炸的撑场，赢麻了确实不只是说说而已。2022年电视剧的市场依旧花开不断，热闹不止。毕竟封城封路的大时代当中，端坐家中大眼瞪小眼的时候，不妨用遥控器2刷3刷自己喜欢的偶像艺人，顶流主流，这种亲近感大大填补了失业下岗的绝望和空虚。就像朱一龙热爆的电影《人生大事》里面的那句话：“人生处死无大事，人生苦短，爱恨悠长。”对着电视也是时光。生死看淡，就是万千人生慷慨过往的最高终章。生命的话题，渣土的话题，老实说，都是下一波永不褪色的新潮话题了。在视角永恒359度、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的眼里，写实生死与金钱无关的影片，值得大家特别留意一下。这种影视作品，即便不可能像古偶仙侠一样特别容易激活爱情、造神造王，却也能轻松打动心灵、打动评委、冲击大奖。因为朱一龙在《人生大事》的演技明显就比易烊千玺出彩太多，泪点更多。如果连老戏骨海清都彻底颠覆、自毁容颜，参演了一部影评8.5的引入尘烟了，那么赵丽颖、王一博真的需要把握2022年的最好时光，颠覆一下自己的形象，进入更高更强的土气弯道了。